江澄恨不得一摞书砸他头上，你怎么这么闹腾？是住院了？学生会和一班还组织去探病来着。魏莹笑嘻嘻的，毫无形象的趴在桌上，说：“那我也去探个病好了。”江澄冷漠脸：“你要是去，人家蓝湛指不定看到你伤势更重了。”魏莹道：“怎么会？我那么招人喜欢。”江澄道：“蓝湛那样的好学生，讨厌你还来不及，你就自我感觉良好吧。”魏莹还是笑嘻嘻的：“他讨厌我没关系啊，我不讨厌他。”江澄真是被他气到没话说，翻了个白眼，再没理他。于是魏莹放学之后就真的跟去了。他人缘本来就好，这次是去探病，又是出于关心同学，自然没什么可不允许的。组织这次探病的负责人早就跟蓝家人和医院都预约好了，魏莹只跟着走就行。见有些同学带了鲜花水果一类的慰问品，魏莹想了想，跑进路过的一家花店，在冲出来的时候手里也拿了捧花。一行人进了医院，找来了蓝湛的病房，敲了敲门，很快传来冷静矜持的一声：“请进。”蓝湛一身白色的病号服，虽然是坐在病床上，腰却挺得笔直，白色的床单上正放着本摊开的书，可以想见敲门前他正安静地读书。他浅色的眼瞳扫过门口的一众人，在看到魏婴的时候，眼中掠过转瞬即逝的惊愕。魏婴抱着花，比较靠后才进房来。他一边想，得亏蓝湛这病房还够大，不然光是塞下这么多人都够呛，一边瞅了两眼蓝湛，只觉得他生病了和平时在学校好像也没什么区别，还是一样的披麻戴孝，又冷静自持。探病的鲜花和水果，大家都依次给摆到了蓝湛的床头。蓝湛有礼而不显得倨傲地对每个人点头道谢。魏婴把自己的花也摆了过来，蓝湛似乎是多静了1-2秒，然后同对别人一样的点头道谢。魏婴离得近了，才细看了看蓝湛的脸，似乎比平常还要白上几分。蓝湛本来就生的白净，只是今天是更显得病态的苍白，眼睛很暗淡，似乎还依稀能见眼中的血丝。蓝湛察觉到魏婴的视线，沉默地转开了脸。来探病的学生代表上前和蓝湛讲了几句话，大概就是关心蓝湛的病情，传达一下老师与同学们的关心，宽慰蓝湛不用担心课业，祝他早日康复一类。魏婴听不得官话套话，听了个蓝同学受伤严重吗？还好，骨折。然后就把目光放到蓝湛床单下盖着的明显是打了石膏的腿上了。也不知他走神想了些什么，那边一群人关怀完了，觉得多打扰蓝湛不适合，便打算告辞。魏婴见状也直起身来，也准备跟着离开。蓝湛礼貌地与众人道了别，目送大家走出房门。魏婴急绅士地在门外拉着门，等每个人都走出来。最后一个人也出来了。蓝湛终于收回目光，他侧头看向窗外，浅色的眸子里似乎映出了暮色暗沉，又似乎什么都没有。魏婴鬼使神差的在最后一个人也出来之后，又看了一眼房里，恰将白衣单薄却始终将背挺得笔直的少年的半个背影收入眼中，没来由地便挪不动步子了。他又轻手轻脚地走进了病房，带上了门，也不出声打扰蓝湛。蓝湛惯是谨慎警觉的，因而在听见门关上的细微声响后，又转头看了一眼，于是就对上了某个意料之外的人。你怎么还在这里？你怎么没和他们一起走？你怎么会来看我？想说的想问的有那么多，却只是到了这几个字便住了口。魏婴一副笑脸，看你2天没上学，这是怪稀奇的。问了别人才知道你是受了伤，就过来探望一下好同学。蓝湛，无聊。魏婴装模作样的怪叫道：“蓝湛，你这人，我这是关心同学才来探望你的，你怎么张口闭口就是无聊？”蓝湛面色沉了沉，魏婴却得寸进尺般的凑上前来，道：“怎么受伤了？出什么事了？”语气是笑嘻嘻的，但关心却听得出来。怎么回事？你还好吗？然后话音一顿，魏婴难得的有点迟疑地道：“我刚才看人多，你不太想多说的样子。”我说蓝湛，难受就不要一个人憋着了。蓝湛脸眸，低声答话：“就是腿骨折了，无事。”在魏婴一脸谴责他就知道敷衍的视线里，蓝湛一开目光，说了2个字：“车祸。”魏婴瞬间紧张了起来：“什么？这哪叫没事？你家大人呢？怎么没在旁边？”蓝湛有些艰难地道：“
他们来不了。魏婴先是愣了2秒，然后很快意识到这个来不了不是什么工作很忙一类的推辞，而是真的没有办法来。他斟酌着，用试探的语气道：“你家人还好吧？”空旷的病房里沉默了很久，久到魏婴都觉得蓝湛是不会回答这个问题的，打算随便说点什么岔开话题时，却听见蓝湛低低的，甚至有点麻木的声音响起：“出事时父亲和兄长也在车上，父亲快不在了，兄长重伤。”魏婴这次是真的愣在了原地，他是真的没有想到事情这么严重。他看出了蓝湛心情非常低落，自己单独留下来本试图让他轻松一点，但在这样惨痛的事实面前，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勉强回过神去看蓝湛，蓝湛眼里隐有水光，他似是终于撑不住地闭了闭眼，那水光便在苍白的脸上凝成一道弧线。魏婴心道：要命！身体早已快过思维地冲了上去，有些慌乱地抱住了蓝湛。蓝湛，魏婴感觉到怀里的人身体在他碰到的一刹那一僵，他有些忙乱地开口唤了声，却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些什么，又似乎是意识到说什么都无法真正疏解一个明确知道将失去至亲的少年的悲伤，他最终只是开口道：蓝湛，我在这里，我陪着你，难过的话就难过吧，我在这里陪着你。蓝湛僵住的身体渐渐恢复，似乎是妥协一般的松懈下来，甚至顺从地将头靠在了他的身上。魏婴更加用力地抱住这个难见软弱的少年，好像试图把所有的温暖毫无保留地通过这个拥抱传递过去。怀里的蓝湛不知怎地特别单薄，魏婴想，原来蓝湛这样的人也会有这么脆弱的时候啊。他轻柔地拍了拍蓝湛的后背，又柔和而坚定地重复了一遍：我在这里。魏婴自己都不知道他现在有多温柔。阿湛，我可以进来吗？蓝焕走到蓝湛的房门前，敲了敲门。蓝湛一边说请进，一边小心地将一枚粉色与黄色相间的干花书签夹到书页里，合上了正在看的书。蓝焕动作很轻地打开了门，笑道：又在看书啊，不休息一下吗？蓝湛摇头道：还有2月，还有2月便是高考了。蓝焕道：好吧，不要太累了，我是来找你确认一下，大学决定好去法国进修了。蓝湛持书的手猛地用力，修长的手指抵着硬皮书壳，指腹隐隐发白，但他只是颔首道：是。蓝焕点点头，又温言道：那我便这样与叔父交代了，你还是要注意休息。然后便退出了房间，如来时一般轻柔地带上了门。蓝湛默然地摊开书，定定地看了书页好久，却一个字也读不进去。他无声地叹了口气，手轻轻拿起书签。书签是3朵玫瑰稍交错地竖着摆着，然后细心封起来的，上下是2朵粉玫瑰，中间夹着1朵黄玫瑰，排得极具美感。粉玫瑰和黄玫瑰是探病时惯送的花。蓝湛无意识地摩挲着手上的书签，想这样也好。他这辈子是舍不了魏婴了，但魏婴不一样。